真金白银，不停的在回购的一些产品。女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顺手下单，凑一凑免运啊，凑一凑各种各样的优惠券啊。我大学到底是几年前？有没有15年？人间富贵华，很后悔的地方，就非常有 American 什么业的那个感觉。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全台大降温，听说北部都在瓢泼大雨。我们在高雄的话，温度也明显感觉到下降了一点点。在这样待在家里的天气里，最适合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拆包裹。好久没有和大家来拆包裹，真的是非常享受购物快乐的一个人。我非常喜欢收到包裹，然后最近因为一整个月我的工作真的都非常忙，所以这些包裹呢寄来之后就一直堆在我们家地下室，堆了这么一大堆。我今天呢就想说趁在家里的时间把这些包裹全部都拆一拆。我想说，那既然我要拆包裹，就来分享给你们看我这一段时间究竟买了哪一些东西好了。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拿到哪个说哪个好了。先说这一盒好了，这一盒里面的东西，为什么我要先拿？这个周末刚好是 BLACKPINK 的演唱会嘛，这个牌子呢是我之前看到 Rosie 在用的，在用一个像喷雾一样的东西，非常多韩国艺人都在用的这个牌子，然后我就快点跑去下单，我想用用看到底好不好用。小小个的，就是一个跟我手掌差不多大的，因为现在是秋天嘛，接下来马上冬天，整个季节呢会比较干燥一点点。我是一个无时无刻需要有水分补充的人，我之前还有用过那种电动的，会喷出很细水雾的那种小工具，像一个花一样，一下子不喷水就会枯萎。前几天晚上跟陈老师聊起这件事情，陈老师说哇，那真的好像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情了。我真的是很喜欢买这种有的没的小工具。然后这个呢，它不是一个电动，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喷雾。我觉得小小的带在身边很方便。这里面它写有含维他命 B、维他命 E， 好，那感觉应该是一个可以有舒缓作用的一个水雾。它的雾没有到很细，就喷到皮肤表面的话，它是会蛮明显的有一坨这样子，但是涂开之后滋润度还算是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一支的话，如果是化了妆的情况下要去喷的话，就要再稍微离远一点，不然会可能喷在你脸上就是会有一坨。然后它没有什么香味，我蛮喜欢的，应该会把它放在我的化妆包里面。然后跟这一个一起买的顺手下单呢，女生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顺手下单，凑一凑免运啊，凑一凑各种各样的优惠券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益生菌的护肤精华，非常有仪式感的，莹莹的，很高级的感觉。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头，用的时候应该是会把这个黑色的盖子把它剥开，然后再把这个弄上去，这样倒着用，像那种药品的感觉。等我现在的保养品用完了，我就来用用它。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罐深层修护面霜，哇，这个包装也很漂亮，我很喜欢。哦，它这个面霜也是这样子银色的，它的牌子在哪里？牌子在这里，牌子是写在上面的。它设计真的很漂亮，韩国人真的是很会做包装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自己不用，接下来马上12月，各种各样的节日很多，我觉得拿来送人当成小礼物，一打开就是哇，它好闪亮，就那种感觉。还不错，虽然我还没有用，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用，但是看起来这个外观真的是很漂亮。这3个呢，就是我这次买的 Persil 的小物们。这一袋呢，是我非常多年的心头好了，它是 Juric 的这个牌子，我最早知道它用它，那真的已经是在我大学时候的事情了。那是几年前？我大学到底是几年前？有没有15年？20年前。哦，20年，大一，对，差不多就是大一。那个时候我知道它是他们家的玫瑰的产品，非常的有名。然后我自己日常生活中，我也在用他们家的一个玫瑰水跟玫瑰的一个精华油。接下来马上就冬天了嘛，所以这一组呢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玫瑰系列的护手霜。它的膏体是那种非常厚的，不是那种乳的感觉，是那种霜的感觉，好香。玫瑰味，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有些时候出门突然要见一个人，或者刚好要去学校接宝宝，希望自己身上闻起来呢香香的，但是呢又没有带香水。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小 tip， 你可以随身带一支护手霜，这样子呢又可以滋润我们的手，然后又可以有香味，就一举多得。然后另外呢，这个系列我一起买的还有这个玫瑰花卉水，它是一个喷雾来着。我刚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的整个视线都是雾的，就那种仙境。它的雾是非常细的，
比起刚刚这个 Persil 来讲，它的雾会更大一点。但是呢 ，Persil 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它小小的一个。然后这一支的话，因为它是玻璃瓶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放着，或者你在办公桌上放着，你在学习桌上放着，可能会更加适合一点。要不然带来带去可能会不小心摔破。这个味道真的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香味，很好闻，很高级的一个味道。因为有一些玫瑰的味道是那种添加比较不讲究的香精的话，就会很呛。高级的玫瑰香味真的就是会差很多，就会有一种人间富贵花的感觉。这两个就是我这一次买的 Julique 的产品。Julique 是澳洲的品牌嘛，我对于澳洲的品牌就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觉得澳洲的品牌东西又自然又便宜又大碗。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陈老师去澳洲玩，回来的时候我就拎了足足2大行李箱的保养品还有保健食品。非常的夸张，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澳洲的品牌真的要去澳洲才能买，不像现在你在哪里都可以买到澳洲品牌的东西。既然说到行李箱，我这次真的是又买了一个行李箱。这个行李箱我是回购的，这是我们家的第2个这个牌子的行李箱。我拿出来给大家看，小小的，我一个手就能拿起来。我虽然已经买了第2个了，但是我至今还是有点不太知道它确切的这个品牌的发音究竟是什么。For my two， 看起来是这样子。我之前买的是他们家一个大的，就在我斜前方，我们家放行李箱的位置。我已经很久没有买拉链款式的行李箱了。我以前非常的不喜欢拉链款式的行李箱，因为我觉得它很没有效率。每次开箱子呢都要拉我半天。但是为什么这个行李箱一试成主顾呢？就是因为它开行李箱的方式是单侧这样子开的。大家看到这个单侧的时候，会不会有点觉得想说单侧好像很麻烦？我之前也是这样想，因为我们印象中的正常的行李箱都是这样子，左右两边这样子对开的嘛。单开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在我们去住一些饭店，进门的时候不是通常会有个像小桌子一样的行李架，如果把那个对开的行李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会翻下来。最后我们家常常把行李箱就放在过道上，整个这样摊开，就非常的挡路。加上现在有小朋友，他们跑来跑去会不小心绊倒，我们会觉得比较危险。我们一开始买更大的那个款式，打开之后只要把这个比较轻的这一侧靠在墙上，剩下这一侧呢放在行李架上就好了，就非常的不占位置，就像一个在旅行中打开的一个收纳盒。所以我们就买了那个大箱子之后呢，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箱子，因为我觉得这个小箱子它很小，它可以直接就 hand carry 上飞机。如果我们要在飞机上过夜，这样一个箱子，我觉得说还是蛮必要的。一开始也会觉得说，如果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塞在一个地方，感觉会超难找，有没有？所以它里面有一个隔板的设计，你可以直接把它这样拿出来。我们通常在收行李的时候，不常用的东西把它放下面，把它盖起来。有可能会在旅途过程中拿出来的东西就放在上面那一层，找东西找起来就会比较好找。另外呢，我觉得它比较妙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行李箱是一个可以扩充容量的一个设计。在这边它还有一个拉链，这个其实也不算什么很新鲜的设计啊，因为其实以前很多那种软软的行李箱都有这样子的设计。像我这种一不小心买东西就是以箱来计的，很需要这样子的东西，还是一个行李箱，可是呢容量会多出一些，而且有些时候比如说你放一些鞋子，尤其是冬天的一些靴子长得比较高之类的，可能需要这个行李箱它可以有更大的一些容量，把这个拉开你就可以放更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它可以是那种铝框扣的那种，我就会更喜欢一点。它这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设计，我觉得它一开始设计是为了来放一些饮料杯，但我试了一下，我们家的这样子的随手杯好像都是放不下的，很容易砸下来。小杯的那种东西可能是可以的，但我觉得它最好的归宿还是放手机，在机场里也可以追剧，远远的推过去之后，你就多了一个自拍架。我自己有一个很后悔的地方，因为当时我下单这个箱子的时候是夏天，然后呢我就一直丢在我们家储藏间，没有开箱它。现在已经是到秋天了，所以我现在看这个颜色有一点点跟季节不是很搭。它其实有很多颜色，有什么米色、灰色、酱红色，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我觉得每个颜色都跟秋天蛮搭的，除了这个绿色。但是这个颜色有个好处，就是在行李台上它很好找，它很特别。好啦，这就是我新买的一个行李箱。再来这一箱呢，又是我一箱 iHerb 的回购，真金白银，不停的在回购的一些产品。这一罐呢是买给我们家小朋友的一个补给 3-in-1 的 Kids Soap， 这一看就是给 Chris 买的，因为他是男孩子，男孩子就是要用这种 3-in-1 的。我现在在当兵一样。不是男女差异对待啊，主要是 Chris 的皮肤非常的健康，所以我发现他好像什么都可以用。它是个美国的牌子，所以包装非常的潦草，就非常有 American 什么叶的那个感觉。
薰衣草的味道很好，今天晚上就给它用。再来一个呢，这样子小小的塑封包装好的，也是一个 baby 的 wash and shampoo， 包的精致的，就是给 Lisa 买的，绝对不是什么男女不公平，绝对不是，因为 Lisa 皮肤就是会相对的敏感一点点，所以我们两个就会比较紧张一点这个部分。然后这个的牌子它是 She Moisture， 我买了他们家非常非常多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家族企业，已经很久了。这个企业呢，它从19几年的时候，非常久以前就开始去做那种乳木果油的贸易，所以我只要想到要买乳木果油相关的东西，我就会首选他们家的。然后我这次还给我自己买了一个身体的磨砂膏，就是常备的关节啊、脚跟啊、腋下，然后还有一些部位就不能讲。就是那种沟沟缝缝的地方比较容易有角质类，就可以用这种砂糖质地的磨砂膏，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去角质。先闻一下，好奇它这个什么味道，因为这一款好像是他们家的新款，超难的。好闻，是糖的味道，你闻闻看，像那个椰子糖的味道，好闻呢。好吃的感觉。再来呢是2罐油，油也是我们家非常常备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我也是很习惯在 iHerb 上面买的。这个呢是 Now 他们家的一个葡萄籽油，我会把它加在沐浴油里面，用身体刷来刷我的身体。然后有些时候我也会拿这个当基底油，再加上我喜欢的精油，把它混在一起之后呢，当身体的按摩油。自己很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油来保养我的身体，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油对我来讲真的用处非常的多。然后这一罐呢是玫瑰果油，玫瑰果油我也是用了非常长时间。我记得我是在怀 Chris 的初期，我在一个杂志上面看到英国的凯特王妃有在御用一个玫瑰果油来做皮肤日常的一个保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买了我人生第1罐玫瑰果油。那个时候买的是一个叫 Trilogy， 因为凯特王妃是用那个牌子。然后我在整一个孕期的时候，脸上的保养的基底都是用玫瑰果油，因为在孕期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保养品其实是不能用的。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查了一下，玫瑰果油作为一个非常天然的植物的成分，孕期的过程中是可以用的。非常神奇的是，我怀 Chris 我都没有长斑，因为玫瑰果油它就是有天然的淡斑的一个效果。所以后来呢，玫瑰果油就成为了我的好朋友。Chris 出生之后，我就在 iHerb 上面找一些什么果泥啊，什么有的没的，我就突然之间发现说，iHerb 上面除了 Trilogy 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的牌子。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牌子，这个更加不知道怎么念了。Purado， 我们就暂且就把它说是这样念好了。我现在手里这个版本的，不知道它是第几个版本了。之前它的包装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它反正就一直有换，它的价格也会相对的更经济划算一点点。我就直接买这个，就是全身上下我都可以用，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所以我在用这个油的时候，通常都是把它当成一种基体油，然后里面再加上我喜欢的精油去做调和。做按摩刮痧的时候，身上也会用，然后脸上也会用。最后一瓶呢，这个也是油，非常的神奇。是我今年发现的最棒的一个油之一吧。这个牌子 Dr. Tones 就是我上一次和你们分享的，号称全世界最好用的牙线的那个牌子。然后他们家出的都是一些和牙齿护理保养有关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呢，它是一个漱口油。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像阿育吠陀的保养观念的话，你会发现说阿育吠陀非常崇尚用油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通常我们想到说嘴巴脏脏要刷牙，用水去漱口，但它的观念就是嘴巴里面的很多的细菌用水是带不走的，你要用油才可以把深层次的不干净的东西把它带走。所以我就知道了这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漱口油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在上次买了 Dr. Tones 的他们家的牙线之后呢，我就突然之间发现他们家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漱口油，专门保护牙龈的配方。我前一阵子不是去拔了我嘴巴里面最后一颗水平的智齿，然后现在我牙龈那边呢就是有一个洞，还正在恢复中。刚好看到这个油它是保养牙龈的，我就想说我买回来看一看。我已经用过它几次了。这个油呢是用芝麻油当基底，使用的方法呢也很简单，每天用2到4次，然后每一次你要滴10到15滴，直接在你嘴巴里。吃了一口菜油的感觉。是有一个香香的味道啦。一开始我还有很认真的数1、2、3，然后数到第4滴开始，我就已经数不清楚到底是第几滴，所以大概就是1泵啦，挤到嘴巴里，然后左漱漱右漱漱，你再找一张卫生纸就把它吐出来就好。因为它其实不像我们平时在用漱口水会有超级大一口没地方吐，所以其实就随便找一张卫生纸把它吐出来抹掉就好了。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随身带的。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吃完东西嘴巴里有味道，你可能想要漱一下，又不想要去找洗手间，这个东西就蛮合适的。你现在觉得我香吗？
香香的吗？你要试试看吗？我刚刚看陈老师是直接把它滴在喉咙的地方，我感觉它快吞下去了，滴在牙齿的附近的位置就可以了，不要真的把它滴到嘴巴很深的那个位置。它里面没有什么薄荷的成分，所以也没有什么凉凉的那种味道。吐掉之后，嘴巴也就觉得是那种豆类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一个味道，反正蛮神奇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用油来保护你的牙齿跟牙龈的话，这个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还蛮妙的。好啦，最近就是买了这一些有趣的小玩意来和大家分享啦，很开心和你们来开箱啊。不知道我这样一顿开箱开下来，大家有没有突然被我推坑种草了哪一样小东西？也欢迎大家和我来分享你们最近买到的一些好物们。我之后的影片也会找机会来拍一下我怎么样用这一些东西，因为之前也有观众的问我说，什么什么东西觉得很好用，平时他要怎么用啊？平时他要怎么吃啊？这个内容呢，我已经在计划中了，请大家期待一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聊下热搜，我们再见啦，拜拜。